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说的是台军承认解放军可以瞬间瘫痪台湾，看来总算是面对现实了。根据美国彭博社9月1号的报道，台湾军方在8月31号发表了本年度的解放军军力报告。今年的报告与往年相比有好几处变化。在今年的报告中台军首次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通过软硬件电子攻击来压制台湾的防空、海防和反击系统。而台军去年以及更早的报告都认为解放军仍然缺乏发动攻击的能力，因此彭博社对今年的评估结果形容是令人震惊的。在今年的报告中台军首次承认解放军已经有能力夺取台湾周边的岛屿，但是他们仍然嘴硬认为解放军不具备夺取台湾主岛所需要的运输能力和后勤能力。台军认为解放军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包括认知战、灰色地带威胁、联合军事威慑、占领台湾外岛和对台湾领导人进行斩首打击，并列举了7条可能引发解放军武力进攻台湾的原因。而以往一般都列举4条，那今年列的这7条原因台湾宣布独立，台湾明显的走向独立，台湾发生内乱，台湾获得核武器，两岸和平统一的对话被推迟，外国势力干涉台海内政，外国军队驻扎在台湾。这份报告还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去年跨越台湾海峡中线的行动似乎是为了试探台湾的反应，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署中远程导弹后派航母进行演习，目的是展示拒止任何外国军事干预的能力。我们发现台湾军方发布这份报告正好是在美国抛弃了一手扶植了20年的阿富汗政府，被全球舆论认为美国政府不再可靠的时候。因此台湾军方一改过去隐瞒解放军实力早已碾压台军的事实的做法，向美国哭诉我快顶不住了，希望美国能够不要抛弃台湾。而事实上台湾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台军根本无法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不论台独分子有多么的嘴硬，如何吹嘘他们买来的美国武器，如何吹嘘他们能够打败解放军，他们的内心深处实际上都清楚，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直接参战前来救援。但是第一，美国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承诺过会派美军直接参战来保卫台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是采取模糊政策，只说模棱两可的话。第二，美国对台湾并不放心，真正具备战略意义的先进的武器根本就不卖给台湾，比如说 F-35 战斗机系列。第三，美国已经在阿富汗证明没有什么盟友是不可抛弃的，只有美国的利益才是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会为了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岛而与另外一个核大国直接交战吗？台独分子们是不敢面对上面的3个事实，不论是高官还是底层的网民，从头到尾只敢说一件事，就是只要台军抵抗的时间够长，就能够等来美军的救援。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台军能有战斗力才怪呢。他们心理支柱就是美国世界第一，只要抱住美国的大腿就能抵抗中国。但是他们的心理支柱很快就会崩塌。中国大陆的 GDP 在6到7年内超越美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而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将彻底改变世界上很多人的世界观。到那个时候，台湾军方的报告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还这样的乐观了。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